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叉社新出的这一款浪客，盒子外包装跟游民同样的大小。浪客和游民作为队友啊，其实不管从老玩具还是后来的一些产品来说，基本上都是重涂的角色啊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叉社这一回竟然在浪客上边改模了不少的部分，还挺意外的。其实外形上面看起来差别不是很大，可能也就是后背这一块，尤其这一块背包上方的处理吧。但是四肢的一些变形地方竟然是截然不同的感受，这一点我觉得叉社诚意方面做的还是很俗的。这个模具之前我们在白车游民的时候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，这回主要也是看看黑色版本的浪客有哪些地方做了改进吧。手腕也是老规矩，先把这个大拇指穿过这个凹槽，然后四指收回去。当然，这毕竟是叉社的设计师啊。之前的游民时候，我们就感觉到，其实有一些地方挺巧妙，但是连杆的设计挺碍眼的，挺多的吧。但这一回的浪客竟然比游民简化了很多啊，杆儿也没有那么繁复了。先来看腿部的变形，这一块其实和游民的区别不大，但是也做了一些细小的调整。首先，脚踝的双关节我们拉出来，把这块翻开。脚底下方的这一片先打过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根棍子，游民的版本是插在这里边的，浪客的版本呢折叠到了后方，再旋转打平。这块小的假轮子旋转一下，然后往内翻折，真轮子窝下来，外边的这一圈卷进去。小腿后方这里基本也是差不多，把这个双关节打开，把这一块撬开，中间这里的锁扣。但是这一块面板就不太一样了，车门这里左右搭着的扣子拆开，然后注意啊，它这里边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我们要把这里挪一下，让出来玻璃的位置折平，旋转个180度。这个时候通过里边的双关节挪出来，然后把中间这里180度翻转，机盖打开，旋转180度。注意根部这里有一个滑道啊，把它推平，双关节搓下来，然后这里边一段卷，两段卷放好，脚踝归位，把这里的双关节压瓷实，贴平。翻到内侧来看，膝盖我们先往下翻折。大腿上方的这块片儿打开，这里边的双关节再回收，往里缩，缩到头啊，尽量的插到最里面，斜着把这个板子放在这里，然后车门双关节往下调一调，然后手臂的变形也不一样了，缩短还是这个缩短，但是肩膀头子顺着这里90度往下折。打开，这里边有一个扣子，再然后打开肩膀，中间的芯儿对折，再把这方块收起来，放成这样，嘿嘿，他就是想刻意的做成不一样的感觉。头顶背包后面的这块盖子也是和游民不一样啊，这回的浪客会整体感觉简单很多。先把这一块玻璃上方这里的卡扣脱开。然后左右插扣打松掉，这个翻折就要有讲究了啊！先把这一块脱开。游民里边有 Z 字折叠，非常多的连杆，而浪客呢只有这一段翻折和转轴，把它腾开。所以呢，肩膀这一块要多腾点角度。此时拆开腰部前方这里锁着的扣眼儿，把这里打松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顺着这个肩带让过来。轮子和后边的这块门板收纳的位置也是不太一样的，先把它打开，在轮子根部最里面这里有一个插桩，这里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，如果想变形到位的话，这个插桩一定要扣到底。打开我们看一下，看挺长的一根棍子啊，插在这个洞里边。你还得把这块门板垫在中间的夹层，其实这个在从人变车的时候不太好扣啊，不太好找准位置，所以需要调整一下。打开，再把这一块延展开，
另外的一面也一样，注意里边的扣子打平。好，这两边的玻璃再翻转打平，中间的芯儿旋转180度，后边的这块玻璃拼合起来。这个包片的车壳我们先准备得当，翻到肚子里边来，依旧老规矩，先把这一块车座位的地方折叠放起来，脖子这里的双段的关节啊，搓动一下，往前滑，然后靠背这里的扣子对上，插住，也算是给这里定一个位置。主要是这一块的双关节轴要注意，在人形的状态下，它这一块是没有缝隙的，往后搓动贴平。车形的时候有一个提起来压扁的动作，然后这里边有的小方向盘放下来，方向盘也不太一样了。游民是双段关节，浪客就是一段折。接着我们把腰部拆松，边缘这两个挡肉的零件折叠进去。顶棚这一大片先往前 Z 字折叠，然后翻到车底，我们来变这个车尾部和手臂的这一块。这一块就属于啥呢？看似挺有趣，其实挺麻烦的一个操作过程啊。首先把它180度翻到这一侧来，然后顺着里边的双关节往上抠，这样去提一下。第一次变这个地方会转的有点晕啊，因为这里边的多段轴活动的范围还挺广的。其实最后啊，你只需要注意让这些轴转顺了，把这两个屁股能捏到一块儿，顶起来就行了。根部因为是一个双段关节的活动啊，可以进行微调。然后胳膊我们刚才变成了这个样子啊，顺着这个关节往上旋转的时候，注意它在这个地方是两段的肩膀轴，稍微往起翘一点点，让出来中间更多的活动空间，翻转180度，提上来，放在这儿。小臂的部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有一个卡孔，呈竖状，对应后边车尾部这里进行定位结合。侧面这里边有一个小洞，对应后轮这根棍子上边进行结合。现在还不能完全扣合，我们需要把这条胳膊再变形一下。注意，这个是肩膀的活动轴，下方这里的这个是变形的轴，这两块呢还得调到90度的横平竖直。转上来以后，注意你的手臂拳头冲着的方向，稍微的再拧一下，让这四指冲外就对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两个手臂中间也有卡扣啊，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扣合，捏一捏固定好。现在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就可以把带轮子的这一面孔对准插上来。外侧的这块面板呢，上方也有卡扣啊，跟这里定一下位置。好，车屁股就包得很方正了。这一块的变形其实比游民要简单很多，但是这个过程呢挺绕的人的，尤其你在第一次变的时候。最后我们来密合胯部的这一块，我个人的建议啊，你到了这一步再旋转这个肩膀上边方框的部位，180度把它翻上去。为什么这个时候再转？你要先把它翻上去了，后边的这些地方绊着就不太好过了。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两个凸，对应的呢是裆部下方这里的两个洞，所以胯部这里的齿轮关节我们先翻转180度，整个的折过来。腰部这个杆子啊，如果你不想怎么好好调的话也无所谓啊，只要你把这两个扣子对准了就行了。好，密合，再次调整一下，把咱们的小枪夹在双腿中间的扣子，然后中间所有的卡点结合夹在一起，检查一下这一块的斜方向有没有对齐。
这一块的插扣有没有插住？车帮子插扣结合，后边的这一块燕尾锁挂上，双关节往前顶，咬上去。最后再调整一下缝隙，这一款叉摄的浪客就变形完成了。变完的车型还是非常规整的，这些缝隙对的，模具精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橡胶的轮胎，电镀的轮毂，非常漂亮的花纹刻画，推车滚动完全没有压力。屁股后边这里车灯的地方，刹车灯都是透明零件嵌进去的。上边所有的车窗也都是透明零件，非常的好看。底盘满满当当，平平整整。嘿嘿，你说它变形挺乱、挺复杂的吧？但变完了以后会相当的规矩啊。上面的雨刮器这里也是真实的刻画出来，跟游民一样，双层的车窗设计啊，总感觉有点怪啊。但是里边方向盘和座位的刻画也都是非常漂亮的。除此之外，前机盖和游民也有不同。浪客是从这边开的，哎，它从这儿看，嘿嘿。双关节往后推，前方的2个跳灯也是可以翻出来。以上就是叉摄的这一款浪客了。总体来说吧，真的不愧是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叉摄啊！人形非常还原记忆动画，而且里边的一些真假零件的替换也能把比例这一块诠释得很好。车型可以说做得非常不错了，该有噱头有噱头，该有还原有还原。但是就这个变形的过程啊，也是十分纠结，尤其你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啊，屁股这一块挺容易绕住的。但也是为了达到还原的这个效果，所以它的变形过程总会觉得挺别扭的。这也是叉摄的最明显的一个独特的风格。所以这就是叉摄的产品啊，每一次新产品出来，2极分化的评价都特别的明显。喜欢是真的喜欢，不喜欢的也是真看不上眼。但不得不说，浪客、游民这2个本应该是重涂的模具上边，也做出来一些别出心裁的设计，明显能感觉到设计师会极力的想把游民和浪客区分出来，让他们的变形，不管说车型和人形如何的相似，还是有很多的地方重新演绎了一些变形结构，让玩家玩这种重涂的角色也不会出现那种索然无味的感觉吧，还是有很多的新意的，这一点是值得好评的。那么得嘞，叉摄的浪客就是这样了，这一对小兄弟你们觉得如何呢？